科幻片是科技和想法的结合，是用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幻想。但是今天很多的科幻片都是只有科没有幻，过于依赖电脑特效，往往忽视了想象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电影《月球旅行记》，于1902年拍摄。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还在是清朝光绪年间。这部电影本来是无声的黑白电影，后来是相关人员对其进行了一帧一帧的手工填色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彩色修复版。同时导演乔治·梅里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，发明了停机再拍，实现了电影史上的第一个特效镜头。后来在中国87版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3打白骨精就是使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特效。还有其他的像谍影、摄影棚、人工布景、延迟摄影等技术，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应用。当然，这部电影更令人称道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像小孩子的梦境一样，把观众带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。故事呢，讲述了天文学院的院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月球旅行计划，他和5名大胆的科学家研发出了炮弹飞船。在军队的帮助下，他们乘坐着炮弹飞船成功降落在了月球的左眼上。本来满脸含笑的月亮被砸中后呢，一脸不爽。到达月球表面后，一路奔波的他们已经精疲力尽，于是就地打个地铺睡了下去。就在他们熟睡的时候，许多星星突然出现，好奇地观察着这些突然而来的探险者。随后月球女神下了一场寒冷的大雪，他们被冻醒后呢，纷纷躲藏到一个通往地下的洞穴中，而院长无意间打开的雨伞竟然瞬间变成了巨型蘑菇。就在他们兴奋不已的时候，月球人突然出现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带到了月球的皇宫里，让国王对他们进行惩罚。勇敢的院长挣脱开绳索，上去把国王抱起来给摔死了。随后呢，使用雨伞和月球人展开了激战，被击中的月球人都消失成了一团烟雾。可是寡不敌众，他们只能向后逃跑到炮弹飞船上。院长借着自己的重量，把飞船从月亮的悬崖上拖进了太空。一个追杀他们的月球人也抓住了飞船，和他们一路跌回了地球的海里。在海底世界游览一番后，他们被女子海军救回。上岸后，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，还被颁发了奖章。被抓捕的月球人也被士兵押送着出来向大家展示。这部电影虽然只有短短的14分钟，但是包含了当时人类对电影的全部幻想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人能想到电影还能这么拍，不知道想象力是没有限制的。所以这部电影当时上映后，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也给导演乔治·梅里爱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荣誉。但是乔治·梅里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，大量的盗版商人把他的胶片私自拷贝后拿去贩印赚钱，这其中呢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爱迪生。他曾把《月球旅行记》偷偷拿到美国上映，但是乔治·梅里爱却没有得到一分钱。梅里爱为了继续拍电影，不得不变卖掉所有的家产。当他得知自己的心血之作被人四处拷贝盗版的时候，他一把大火烧毁了所有的胶片拷贝和道具，从此不再拍电影。随后他在妻子的玩具店里默默无闻地卖了一辈子玩具，最终潦倒逝世。他一生拍了500多部电影，如今留存的不到40%，所以像《月球旅行记》这样的作品更是显得弥足珍贵。而乔治·梅里爱对世界电影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，也将被所有人铭记。